好了，朋友们，好久不见！这次我们开启我们很早以前的一个 tag， 就是周末不在家系列。我们好久没有在国内旅行了，这周上海终于降温了，5个月的夏天终于结束了，终于到秋天了。我们这次去的是丽水市的松阳县。安陵容的老爹就是松阳县城安比怀。问你呢，你是哪家的？我叫安陵容，家父松阳县城安比怀。好吧，从上海出发到丽水是乘高铁，差不多3小时不到一点的时间。然后从丽水到松阳的话是要自驾1个半小时。今天是星期5，我们乘了一班最晚的列车从上海到丽水，明天早上再出发去松阳。好了，我们走，出发 ，Go！ 走了28。推荐的无证无台。列后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出发了。昨天晚上我们下高铁的时候已经把车租好了，把车直接开到了宾馆，我们这边今天早上就可以直接出发了。我们昨天住的宾馆是离水站差不多1公里左右的一家全季啊，也不算特别贵，200多块钱，不算早餐的啊。丽水这边这2年是在江浙沪比较热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，主要是丽水市周边的县城啊，包括它的乡，包括它的村，有很多很漂亮的风景。由于这些县城啊、村啊，它都不是什么很好去的地方，公共交通非常的方便。然后我们也租了辆车，租了2天，在神州租的，加上保险，差不多也就400块钱左右。我们今天去的是丽水市下属的一个松阳县。松阳县这边它的周边有几个乡和村，很漂亮的。然后我们这2天就准备去这些地方去看看。丽水这边其实它除了这个乡镇跟县城以外，它其实有2个5A级景区，一个是缙云仙渡，还有一个是云和梯田。但是这2个地方呢，其实离得还挺远的。其实正常要把丽水这边一整圈玩得比较透彻的话，可能需要4、5天。我们只有2天，所以只往松阳那边去玩一玩。浙江近2年在大大的号召下，丽水、青山都是金山银山，所以这边建设的还是不错的。拍到了。好了，我们来到了松阳县，这里是松阳县的古城啊。刚刚在外面还是那种大马路的感觉，一下子转过来就变成了一个小古城啊，叫松阳老城。这个松阳县被中国地理杂志誉为最后的江南秘境啊！我已经在小红书上看这个词儿，已经看了无数遍了。这还有理发店的哦。对，它据说还是有很多本地人会在这边有一些正常的生活的活动，不算非常的商业啊。乱拿开。木匠铺是真的木匠铺啊。哦，你放这里。哇，这家人种的是什么植物啊？都垂下来了，挺有意思的。药材店，打铁店，哎，这不是冯巩老师吗？是吧？哇，这个倒是很稀奇啊，好迷的名字，火腿卵冰，这里还装修挺好看的啊。这个建筑确实还是非常古老的保留下来，它不是重建的。是。不是仿古建又是个铁匠铺，好厉害！不是黄。可爱的狗子，
等吃饭。哎，臭脚帽。好胖呀！哎，你们想吃什么？我想吃面。走，我们去吃面。胖胖的啊，来一口梅干菜。哪个比较好吃呀？啊，梅干菜也好吃，茶香也有特色的。有点像鲜肉月饼。是一样的。这个茶香，是什么茶香？这里面是不会是抹茶吧？绿茶。还可以，挺好吃的。海鲜面吗？这个价格也不是很贵，一个大肠面18块钱。这是什么面？这是酒糟大肠，这是他们的梅干菜鸡蛋。它的梅干菜竟然长这样的，这炸蛋吧，炸出来的。大肠面世纪爱好者来，它这个面很厚，但是它不是很粘稠，有嚼劲吗？还可以，不算很有嚼劲，但是很好吃。而且我是很喜欢吃宽面的，味道一般，就这样，还可以。哇，好香哦！这个大炸的也非常的松软。对，这个面还是不错的啊，价格也比较公道，味道也很好，而且能吃饱。我们现在去松阳县周边的村落去玩玩。松阳县的玩法呢，就是以松阳县为中心，它周边有很多乡，乡里面有很多村子。它也比较有名的2个乡，北边有一个叫4都乡的，东边有个叫3都乡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出发去东边的3都乡，那边有2个比较有名的村落，我们去看看啊。松阳这边开到这些乡村的话，好像据说有很多山路啊，所以大家自驾时候要小心一点。其实它修的还是不错，这个山路一看就是重新修过的啊，就是有点窄，尤其是过这种弯道的时候，一定要当心对面的会车啊。这边其实都是有镜子，都看得清楚。一路山路，哎呦，转得晕头转向的，来到了松庄啊，就是这个，他们这边的特色的房子就是这样子的，黄色的墙，然后瓦片儿。这地方这个路还修得挺好的，但是还是得当心，感觉很容易崴脚。这是他们那个瓦片，见闻溪水潺潺，来了，哦，慢点。这边还有一家老奶奶手工面，这边还有午饭吃。那池子里面还有小锦鲤，这感觉像是民宿，是吧？也可以在这里住。水很清啊，现在山上流下来了。哦，这就是网红桥，确实还挺好看的。好多人在这拍照呢。从这边看是这样子，人还挺少的，挺安静的。这个是竹林跟这个房子，这是家咖啡店。这边很神奇，哇，这里好看，很有审美的。哎，这只狗子。
他们这边都在晒这个果子，你看。那啥果子呀？有没有人能知道？这边都感觉没什么人住了。年轻人肯定都已经走光了，待在这边年轻人应该是都是开民宿、开店的。外面的人，但是玩捉迷藏可以很开心。一个接一个。小路。现在太阳出来了。太阳出来就是不一样啊。这个小村庄还是挺小的，走走10几分钟就走完，是吧？你看，没有喝咖啡人就是这样子的。刚刚他们住的那个房子叫黄墙带瓦的古民居。还没进这个村儿，已经开始在门口堵了。得有多少人呢？这现在就属于它里面限流了，然后要里面出来一辆车，外面才放一辆进去。好了，我们刚刚从这边一路开过来，因为这个景点太火了，然后人又多，然后它停车场又搞不定，导致交通混乱啊，就是反正体验挺糟糕的。就是一旦一个地方火起来之后，你要是不是有雷霆的管理手段和超夸张的基础设施的话，根本就 hold 不住。我们现在到了杨家塘村啊，这里就是就所有的封面上都会出现的一张照片。全是人，我天哪！这边的建筑跟刚刚的那个松庄村是一样的。黄墙带瓦啊，还挺好看的啊，好看是好看的，就是一言难尽，是吧？说起来，松阳这边的一直被称为江南最后的秘境，但很显然不再是秘境了。离开了聒噪的门口啊，一下子就清静了。这边不是都挺好玩的吗？是吧？这不挺好看的？它以前这个墙上应该是有画，然后脱落。确实，可能太潮湿了吧。这还有观景平台，走了去看看。是不是啊？观景平台。这下面的菜感觉种的挺好。这边的棵大树上还是人山人海的。这也好看。Hello， 这是我刚刚第一眼看出来是薯片。我也觉得是薯片。这是什么？这有只牛。它过来了。Hello， 你好。壮壮的。我猜是萝卜。这是包菜。对不起，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某种根茎类，但我忘了。我又看到那个树了。那树确实挺大的。我最喜欢看就是茶田，整整齐齐。强迫症福音。一排一排，整整齐齐。这边可以正面看到整个村儿啊。人再多也看不清。宋氏宗祠，所以杨家塘的最大的家族是宋氏。杨家塘宋氏家训馆。杨家塘不姓杨。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很像《卧虎藏龙》里面章子怡和杨紫琼打架的地方。这个还是一个戏台呢。牛牛在这里吃草。
觉得村子本身是非常漂亮的，而且逛起来非常有趣。就是进村的那个体验和刚到村口的时候，在它的知名机位体验有点恼人吧。往村里多走走，还是不错的，还是不错的。其实下午来说确实比较好的，然后光比较低，然后没有那么亮。色彩和它那个黄色的墙搭的还挺好看。我们现在抵达是地方叫西坑村，这个地方是在松阳县的4渡乡，就是北边。然后它这边有个比较网红的民宿叫过云山居啊，经朋友推荐过来住的啊，稍微有点贵，但是据说体验不错。4渡乡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村子叫陈家铺村，我明天早上会过去逛逛啊。哦，你这个风景漂亮呢。好看的哎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的。哎呀，这不是小咪吗？哎呦，这个采光不错，好暖和。这边是桥偏西边。这个厕所是这样的。好脆啊！还是那种脆性。好。好了，咸鱼的一天结束了，大家明天见，拜拜。不咸鱼，不咸鱼，拜拜。找得到吗？找得到。那个在1楼是的。哦。不是这个吗？哦。我们现在出发去陈家铺村，陈家铺村离这边的西坑村其实只有10几分钟的车程，准备去喝杯咖啡。今天这天气就一般了啊。早上其实还是有太阳的，但是现在就变成了大阴天。没有关系，只要不下雨就行。说不定这里下雨还挺好看的。对，他们说其实这边雨天是它很好看的时候。这个就是下雨天，然后天气不是很好，但是有很多云的那个村子啊。刚刚到陈家铺这边门口，他说车是开不进去的，得坐他们的那个摆渡车进去。这就是一个换乘点啊，这边还要排队上车，还买票的哦，多少钱？10块钱一位。出现了啊！强行的景区摆渡车，也可以走进去。走进去要半小时呢。这个小车还挺可爱的，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车。还是挺干净的车。这个票子如果在陈家铺里面消费的话，可以抵扣10块钱，相当于没有花钱。这个想法还是挺有意思的，是吧？但是很厚道。天气有点糟糕。其实这边还是很多人开车进来，我估计是在里面住民宿的人。其实这就是整个4渡乡的一个村，这是刚刚我们在西坑村啊，现在我们在陈家铺，它也像平田村啊，好多好多村啊，惊了我，这画的也太好看了。这不会是多肉吧？还真是多肉，好多多肉。它这个造的还是层层叠进去。这样子。终于有人教我了。榨油的。
这是茶籽啊，不能生吃，也不能带走。哦，这种建在山上的，一层一层上去啊，还是不错的。啊，先锋书店，我天哪，人好多呀！真的有人在这卖书。先锋书店其实选书应该挺不错的，就跟鸟屋比较像。鸟屋成品。这边还有还坐在这看外面。哇，这里安静多了，刚刚好聒噪呀。这边探索还挺有意思，这个小道和这个房屋的结构还是很有意思。你那个券给我看一下。它这边咖啡还是很多的哦。等我一下。不同的咖啡。哦，这里还有位子，2楼。真的吗？这个村子其实商业化还是挺重的，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国内旅游景点商业化开始慢慢的往高端商业化走，离开那些商业区域，这两边其实还是挺村的。哈，哦，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整个村子呢，它就是破的很破，对，然后这民宿就造的很新，但它民宿呢又能融进去。刚我们的10块钱券没有花掉，然后换了一斤橘子，不要钱的，相当于我们的这个车票就是给这边当地的农民，他们可以拿我们的车票去换钱。对，还不错。还有橘子吃。我们现在出发去云和梯田，走。好嘞。哇，木质玩具城。云和梯田到了。云和梯田一共有3个比较主要的景区，一个是九曲运华景区，也是我们现在要去的景区；第2个是七星墩，还有一个是白银谷。然后大门票的话是包括整个3个景区的门票的。云和梯田的门票差不多是65块钱，我们在抖音上买的，现场买会更贵一点。大家如果自驾的话，可以直接导航到它的第1个景区叫九曲云华景区的停车场。可以不用停在它那个正门那个大停车场，如果停在正门的大停车场的话，这边会要花钱坐缆车上去，有点不划算。从这边大门景区开到那个九曲云华的景区，好像开个10公里左右。哦，从这里就可以看到那个梯田了吗？哦，哇哦，这是小梯田，那边是大梯田。叔叔好可爱，他抱着手里抱着一只小狗，然后他就是把小狗抱在怀里，让他也看风景。这边也有肯德基 ，Super Quick 的午饭。好，吃完饭出发。哇哦！Amazing！ 正好秋天，稻子黄了，全黄了。他们很多人到云和梯田这边来看日出的，说日出的时候会有日出，还有云，我们是早起不了星人，是吧？看到啥就是啥呢？如果早上早起的话，就能看到这个样子的景呢。
大家努力啊！虽然人很多啊，但是因为地方大啊，到处都还好啊，比较分散。比较分散。梯田它一般有2个观赏时间段，一个是它就是灌溉的时候是那种像天空之镜一样的那种，还有一个就是这种丰收的时候都是金黄色。啊，今天要是天气好一点的话，可能会更好看一点啊。如果配上什么蓝天的，这个就是你说那个灌溉的时候是吧？哎，对。是这样的，好多水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天上的那个倒影都可以在这个水里面倒映出来。这个东西108斤，感受一下。好，封你留下来干活。啊，我们走不了一点路啊。哎呦，这个角度还是不错的，层次满满的梯田。我在想这里的稻子到现在还收不收？收呀，我觉得肯定收啊。不收白收。这还挺划算的，又可以做景区，收观众的钱，又可以把这些东西卖掉。哇，从这边过来，这边还有好多。哇，真的好大，一片哦，一大片。舔狗味。Dog parking， 请依次排队舔狗入口。好前卫啊！啊，这个地方就是日出云海，这地方就是这个方向是看日出的啊。不管有没有日出，都是这样。春夏秋冬吧，应该是啊。早上5点多爬起来是可以看到的。那看我干嘛？这边应该就是看日出的民宿了啊。这应该是在景区里面的，估计不便宜。刚刚我们在上面走这个步道，现在我们走到这个田里面可以走走。它这个地方设计的还挺有意思。你慢点。很多景就是置身其中不如远观它，近看反而有一些杂乱。这是哪位新人？看到这麦子，我想到个电影。抓拍。角斗士。来，角斗士的动作怎么做的？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开了。啦啦啦啦。这一点都跟角斗士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哦，这边还有，哎，真好看。这天不好都这么好看，是吧？感觉再晚个1-2个星期可能会更好看。是。好嘞，我们爬上来嘞，嘿嘿。田里走走还是妙趣横生。是的。现在我们时间不是很够，所以还有2个景区，我们就只去1个景区了。我们去近一点，那个叫白银谷。白银谷，对，开过去可能10几分钟就到了。好，我们进来了。白银坑，白银谷，对不起。坑根好像是它这边有一个石寨，叫坑根石寨。白银谷是应该这一片区域都叫白银谷。哎，白银谷景区，人都没有。它这个有2个推荐游览线路啊，一个是从这边绕一圈回来的路线啊，还有一个是一路爬到七星墩啊。那显然我们只能走第一条。这个就是坑根村，还挺好看的呢，跟那个什么陈家铺啊什么的异曲同工啊。但这个村好像它的特色在于它是个石寨，就是它可能石头在它的建筑物的搭建里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还很对外都是石墙。我觉得还很好看的。挺好看的。这儿有一堆大南瓜。他们也过万圣节吗？好冷啊。好吧，有可能还是住人。是在晒一些什么呀？辣椒。辣椒。就是小菊花吗？这是晒谷吗？晒谷子，晒秋。摆的很有意思。对。哦，好像江西婺源那边也有这种。那个也好厉害，这边走过去，对吧？晒到那边。这石寨这种地方东西就是石头吧，它的底座是石头，
上面应该是砖，感觉还是。我觉得像那个哦，哇，哇，这个好有创意啊！惊了，这卫生间甚至还有，果然是五 A 级景区哦。这个地方因为是有银矿，所以它得名叫白银谷啊。原来是这样，是真白银，银矿石。哎呀，排得整整齐齐的。像一个磨盘的。这就是磨盘，什么像一个磨，但是它现在变成了一个桌子，还可以 sit 你的一下。椅子也是个小磨盘。是，这还有创意。你干嘛？你唱一首五子棋。传统的五子棋就是把5个字连成一条线，沿着这个方向走，应该就能到达那个远处的七星墩了。这也太高了。死给！好的，朋友们，这次我们周末的出行就到此为止了。一会儿我们开车就要去还车。好久没有国内旅行了，有什么感受？就很适合周末来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各种设施也非常便利。挺适合我们江浙沪的朋友找一个小村子，找个好点民宿，稍微休息一下，放松一下。像我们这2天，其实跟我们之前的旅游比起来，简直就是闲鱼旅行。其实丽水还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去探索像缙云仙都啊、14寺啊，有机会我们会再过来一趟去别的地方。希望下次来天气能好。那么我们这次周末之行就到此为止了。希望下个月深秋的时候，我们还能找个周末到江浙沪某个地方去玩一玩，看看秋景。好了，那就这样了，拜拜。